国民党新的党主席朱立伦的新政纲删除了不统、不独、不武的文字。那么国民党要向哪个方向改革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网报道，新当选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在新政纲中提到，要积极开展两岸和平稳定发展，并且他删除了不统、不独、不武的文字，改为护台湾、保民主、拼未来、重返执政这样的一个主题。但是这个主题好像还缺少两样东西，那就是反台独、促统一。那么不统、不独、不武是马英九时代的两岸政策主张，也被认为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针。那么朱立伦提出的4点新主张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妨解读一下。第一，他所说的护台湾，本意似乎是维护两岸的和平。第二，保民主，这个保民主是针对大陆的还是针对台湾地区的呢？从目前的情况看，可能主要是针对台湾的，因为在国民党被边缘化之后，要在台湾政坛进行反攻，制衡违法滥权的民进党当局，就必须促进民主，从而重获大众信任。第三，他拼未来，其实拼未来的目的是很明确，就是为了2022年的地方选举和2024年的台湾地区的大选。第四呢，他在新政纲中表示，国民党正是当前中国大陆综合实力的崛起的现实，强调要开展两岸的对话，促进两岸和平稳定的发展。那么国民党是不是真的变了？我们从上述朱立伦的一些言论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他最大的变化是党内的战斗力有所提升，公开反对台独。国民党刚刚打赢了罢免台独民代陈百维的一仗，喊出了抗中保台不得人心的口号。朱立伦过去一直被称为是美国的线人，其主要原因就是他一再强调坚持亲美和中的思路，而且要在美国建立国民党的办事处。要知道，美国对两岸政策的核心理念就是不统、不独、不武，这其实也是民进党当前的这个策略。只不过这两个党不同之处是，民进党玩的是切香肠式的台独，而国民党玩的是暗独。那么国民党这次提出的新政纲有没有新意呢？有一些新意，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们现在处于弱势地位，到了需要自救的时候了，而自己要想表现的和民进党不一样，就必须在两岸问题上有所着力。因此国民党强调了反台独，把反攻的目标放在了台独民意代表身上的策略应该说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这次的罢免案可以说直接冲击了蔡英文的支持率，而且还把民进党定位在了美国、大陆和日本的对立面。用朱立伦的话说要和美日一起反台独，那么潜台词就是台独等于战争，等于民进党执政。那么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国民党仍然不敢面对统一问题，只想靠反台独策略重新拿回执政权，这样的策略能达到目标吗？我看很难。反台独其实只是中国大陆和民进党的一项共识，美国和日本所坚持的观点是不支持台独。从目前情况看，虽然抗中保台这个谎言已经慢慢失去了市场，但是反对台独的声音目前还不够高。另外国民党目前在台湾地区所面临的形势比较残酷，民进党现在掌控着台湾的行政机构和多数媒体，再加上1450网军控制着网络舆论，执政优势正在扩大，根本不会给国民党机会。台湾委国防部长曾明确表示不会开第一枪，强调不会给大陆动武的借口。蔡英文虽然推出了新版的两国论，同时又在使用中华民国在台湾这个偷换的概念，也不愿意给大陆创造动武的口实。那么如果两岸不发生擦枪走火的事件，国民党只能在岛内通过与民进党的战斗获得自己的位置了。如果从两岸关系的大趋势来看，一个不追求统一的国民党并没有太大的价值。大陆为了实现和平统一的目标，经常说要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实际上也在给台湾民众一个机会。我们也希望以朱立伦为代表的这一届国民党的领导层能够在未来几年里走好每一步。国民党需要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实际上很简单，
在他上面提出的4个政策之后，加上2句话：反台独、促统一。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为两岸的统一做出自己的贡献，否则他们的前景就不那么美妙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